是谁？奴婢叫西翠。救下太子后，我没有再说出自己的名字，而是报上了身边丫鬟的名字。只因前世太子上门提亲时，将婢女西翠误认成了我，对她一见钟情。本宫终于找到你了。姐姐，这衣裳当真衬奴婢，奴婢穿上也像个娘娘。脱掉她的衣裳，这凤袍岂是你能沾染的？师明，这不是故意的，西翠是有错，但她怀着身孕，这只是不想你伤到她。孽种！我呕心沥血养大的子嗣，竟全是他和西翠沟合下的孽种。小莲，你好狠！小姐，是一个公子受伤了。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地点，萧凌，我们又见面。倒不如在你亮明身份之前，先下手为强。你打算做什么？公子受伤了，我不过是想割开公子的外肠，检查公子的伤势，也好上药。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今日你救了我，来日我必定登门拜访，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奴婢名叫西翠，救下公子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公子不必放在心上。西翠，前世他此时早已昏死，根本没想看清我的模样。难道重生回来的不止我一个？殿下，属下救驾来迟。小姐，刚才那位受伤的公子，从衣服样貌上都能看出身份不凡，明明是小姐对他有救命之恩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您为何要报出西翠的名字？西翠虽是乳娘带入府中的女儿，和小姐一同长大，在后院也算半个小姐，可再怎么着，她也是个丫鬟，这份天大的恩情落在她头上。半个小姐？是啊，我视她如亲姐妹，她却在前世给了我最深最狠的一刀。恩情未必是恩，也可能是催命的符。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紫云，有些东西他想要，我便成全他。他迟早爱慕上的人都会是西翠，倒不如我顺水推舟，帮他们一把。可是小姐，萧凌，这一世我亲手把你的挚爱送还给你。谢谢。石姐，太子殿下已与我定下婚事，要把你迎入东宫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殿下，我是石锦啊。姑要娶的是当日的救命女子，是白家的小姐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萧凌，当初你那厌恶的眼神，我至今可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殿下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就是白家的小姐，那天救您的的确是我。够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欺瞒姑？姑一个字也不想听。是你。萧凌，你当时的眼神当真是一点余地都没留，那种失而复得的惊喜，当真是讽刺。小姐，您在想什么？在想一个认错恩人的蠢货。西翠，当年你从摔碎那只折腰碗开始，就已经在等他来救你了。西翠，这碗我平日里最是喜欢，你怎么连这点活计都做不好了？
你已经抢了他的救命之恩，如愿嫁入东宫，就不能让着他一些？西翠姑带走了，以后她不必在你这儿当差。太子妃，这胎没能保住。身为太子妃，却连龙嗣都护不住，东宫要你何用？小姐，您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不过是想起了一些陈年旧怨。那时候我竟还真以为他只是喝醉了。前世只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我便在狱中跪了整整半日。殿下，母后怪罪，我实在是有无子死都无妨，姑不在乎。其实从庞宗那儿过进来皇室血脉也是一样，母后也是太心急了，才会如此逼你。殿下当真不嫌弃？姑只要你平安。那时我只觉得他字字体贴，却不知这竟是送我相路的催命刀。殿下，我想好了，过议的事便依了殿下的提议吧。当真？师姐，你能想通，姑真的很高兴。好，好，此子生得圆润可爱，天庭饱满，是宗室那些孩子中最出挑的。姑一见到他就觉得有缘，日后定能成大器。西翠，几年不见，你竟连宫中的规矩都忘了。太子妃，孩子让奴婢来抱吧。你干什么？好大胆子！你什么身份，也敢跟娘娘抢小皇子？小皇子金尊玉贵，若是碰了摔了，你一个区区奴婢担待得起吗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身份卑微，求娘娘一定要照顾好小皇子。紫渊，快随我去传医官。那时我一心只在孩子身上，那时我一心只在他话语中的怪异。接下来的10年，我陆陆续续养大了4个孩子，每一个都尽心竭力，视如己出。他身量与我截然不同，如今又怀着身孕，为何这凤袍穿在他身上竟严丝合缝，仿若一开始就是为他定制的？来人，把这件凤袍从他身上剥下来！师姐，朕不是想故意害你，要你的命，朕只是一时情急。西翠是有错，但她怀着身孕，朕只是不想你伤到她。你别怨朕。可笑，太可笑了！我呕心沥血养大的孩子，竟然全是你和萧凌暗中狗夺生下的孽种！你这一世千不该万不该冒领了西翠的恩情，还打压欺负她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。萧凌，原来你从一开始就认错了人。我这辈子犯下最大的错，就是救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。紫云，叫后院的婆子把西翠给我押到后院跪着。是，小姐。前世我待你如亲妹，处处纵容，竟将你养出了这般半个主子的作体。这镯子谁给你的？小姐，奴婢瞧着好看，一时糊涂。这珐琅镯子本来是一对，一只在我腕上，另一只我原放在妆篮里，原来竟是被你偷了去。小姐饶命，奴婢知错了。就是这只镯子，让萧凌在前世认错了人。西翠，前世你拿了我的镯子，有那么多次解释的机会，你却选择将错就错。既然你想要这泼天富贵，那就先尝尝这死劫。
奴婢不知犯了何错，哪里惹怒了小姐？盗窃主家东西，心不甘手不净，按照家法，赐死吧。什么？赐死？还不行刑？动手！小姐，你疯了！救命啊！想来前一世，每一次痛彻心扉的小产，也是他和萧凌的手笔。残忍吗，西翠？比起你前世对我的种种背叛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萧凌，这种恨透了我的眼神，前世我真的见过太多次了。白师兄，你竟如此恶毒！太子殿下当真稀客，刚包扎完伤势，就急忙赶来我这白家后院，只为救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家奴。孤已经跪在殿前求来了圣旨，要娶西翠为太子妃。你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，简直让孤作呕。萧凌，你当真是比前世还要等不及。既然你自掘坟墓，我要做的自然是成全你。西翠现在是未来的太子妃，你们谁敢再对她动手？白世锦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重来一次，你便迫不及待对西翠下手。太子之言，臣女并不明白。西翠身为家奴，屡次手脚不干净，偷拿小姐的东西，难道不该处以家法吗？奴婢知错了，还求小姐饶过奴婢这一回。这个镯子怎么会是你的？殿下何必做出这种神色？这珐琅镯子是西洋运来的贵重首饰，是咱们将军费了多大劲才给小姐寻来的。西翠不过是白家的一名奴婢，她就算卖身一辈子，也买不起这镯子的一角。太子殿下，您不分青红皂白就闯入白家救人，难道现在还想倒打一耙，污蔑我家小姐不成？为什么？既然这镯子是你的，你才是。前世你为何不解释？解释？殿下是忘了，还是在装糊涂？前世我解释的时候，您给过我哪怕一个正言吗？到了最后，万事成定局，您觉得解释还有什么意义？能挽回我受过的辱，还是能挽回我流过的血？来人啊！这羹汤里加了徐良妃最碰不得的杏仁粉。西妹，你负责布菜，这事你怎么解释？奴婢不知，奴婢真的不知情啊！在宫中谋害嫔妃，按律当杖杀。来人，按照宫规降下责罚，拉出去。我看谁敢！人总有出错的时候。西妹刚来东宫，很多事物都不熟悉。殿下，他害得徐良娣险些丧命，这叫不熟悉？你何必借机发作，故意为难他？家仆西翠救主有功，秀外慧中，着赐婚太子萧凌为正妃。公公，这是不是弄错了？小女失望才是。白将军莫急，皇上体恤西翠姑娘身份微贱，特降下一道旨意，要白家收西翠为义女，即日起封为府中二小姐，与大小姐平起平坐。凭什么跟您平起平坐？这圣旨简直荒唐！白世锦，你竟无话可说？臣女领旨谢恩。白大小姐，接旨吧。西翠，还不谢过皇恩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该叫你二小姐。弄错了，是姑弄错了。师姐，这圣旨，姑原本想求的是你，
姑会去向父皇说清楚，姑一定会收回这道旨意。你再忍一忍，等一等姑好不好？圣旨岂是这么容易收回的？君无戏言，您在乾清宫前跪了那么久，膝盖都快跪废了才求来的恩钱，难道是白跪了？殿下，西罗，西罗，西罗，你怎么了？快传大夫！哎，你看，太子殿下虽口口声声说弄错了，可这救人的动作是下意识的动作，哪能骗得了人？分明是心疼的萧凌，你前世爱了他一辈子，这下意识的反应，这辈子也改不了。若非爱他入骨，前世又怎会为了让他生的那些孽种名正言顺，亲手绝了我生育的可能？小姐，您瞧瞧，太子口口声声说认错了人，可这手抱得比谁都紧，这副爱之入骨的模样，哪像认错？分明是怕他少了一根头发丝。萧凌，这一世亲手送他入东宫，那顶6龙3凤冠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带稳。师姐，你要恨就恨姑吧，是姑有眼无珠，两世都认错了人，负了你的情谊。但圣旨已下，熹贵现在已是你的义妹，明名义上的白家二小姐。日后她入主东宫，你不可再欺负她，更不可再将她当成卑微的下人对待。殿下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待这位二小姐。快去请京城最好的大夫，要是熹翠有个3长2短，姑要你们陪葬。紫云，去告诉管家，把熹翠的东西都搬到偏院去。既然是二小姐了，那就得有个二小姐的样子，让她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荣华富贵。殿下快回吧，折腾了一日，西域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早些休息，姑给你的那些药材记得吃，别落了病根。西域明白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带路？本小姐要去见见姐姐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您听听外头的动静，这熹翠才刚被送回来，就让下人喊她二小姐，真是雀儿飞上枝头，真把自己当凤凰了。由她去，路走得越高，摔下来才越精彩。姐姐，谁是你姐姐？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进大小姐的房不用通报吗？紫云姐姐别生气，我是急着给姐姐送好东西。熹翠，这副柔弱的样子，你当真是百用不厌。姐姐，您在说什么？我只是想来赔罪，这种教训我吃过一次就够了。太子妃娘娘当真是福泽深厚，这一手簪花的福气，京中谁不想要啊？能得娘娘赐福，真是臣女3生有幸。娘娘，这是刚摘下的牡丹，请娘娘赐福。殿下，熹翠，殿下，奴婢没事，娘娘只是被吓到了，不怪娘娘。姑本以为你虽不喜他，至少还存着几分仁慈。殿下，那是意外，我是受惊。姐姐，这些首饰您看哪样衬我？我明天想带去东宫给殿下瞧瞧。你这贱婢，存心膈应小姐！既然你喜欢，就多挑几样。毕竟，这东宫的荣华富贵，你得拿命来还。太子殿下都跪了1天1夜了，这又是何苦？听说是求皇上收回成命，说自己救命恩人认错了。天子赐婚，那是泼天的恩德，也是能说撤就撤的。这圣旨白纸黑字写着白家二小姐，撤了，皇家的脸面往哪搁？太子殿下，皇上说了，天子一言，岂如儿戏？您在这儿跪死，这圣旨也改不了，请回吧，莫要等宫闱来撵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这副模样？师姐，父皇不肯收回旨意，姑已经尽力了。师姐，这一世能不能委屈你，先做我的侧妃？姑保证，入东宫后必会待你比谁都好。等姑登基，便是要皇后的位置，姑也一定给你。
只要你现在帮帮姑，不要推开姑。师姐，你辛苦，姑心里只有你。这是如殿下所见，我娘亲病逝了。父母之丧，3年不改其服。这3年里，我要为娘亲守丧持斋，绝不议亲，更不会嫁人。不该是这样的，前世不是这样的。你明明应该在那日之后就……殿下在说什么梦话？世事如棋局局新，这人心会变，这命数自然也会变。太子殿下早就回不了头了，殿下请回吧。小姐，您听听这动静，满京城都传开了，说咱们白家的家奴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成了未来的太子妃。这外头披红挂彩的，简直刺眼。紫云，这眼前的红火不过是烈火烹油，前世我死在他们手里时，那场景比这更热闹。小姐，您又说这种胡话了，什么死不死的？这一世从头来过，这局棋才刚落子，谁能笑到最后成了那真正的赢家，还未可知呢。瞧瞧，这二小姐以前不就是大小姐身边的那个西翠吗？嘘，现在得叫太子妃了，这就是命，谁让人家救了太子呢？姐姐，妹妹今日要出阁了，心里真是不舍。说起来，我心里也惶恐的紧。我一个身份卑微的，也不知太子殿下为何就对我情根深重，非我不娶。论理，姐姐才是府里的嫡出小姐；论身份，论才情，您可比我更适合成为太子妃。如今却要姐姐为我送嫁，妹妹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呢。既然你觉得这位置如此重，那就好生坐稳了。这泼天的富贵，可是要用一辈子去还的。妹妹今日能有这般造化，全仰仗姐姐平日里的教导，妹妹心里当真是感激不尽。小姐，您瞧他那副张狂样。这鲜花着锦的路本该是您的，现在倒让他一个家奴走了个烈火烹油，真是不嫌烧手。紫云，这路是我亲自帮他选的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既然前世他们爱的那样痴缠，宁愿无名苟合也要躲在东宫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，那我这一世便成全了他。嘿，咱太子爷可真是个情种，放着白嫡小姐不要，非要娶个丫鬟，真是前所未见。谁说不是呢？全京城都看着呢，这往后东宫的热闹怕是少不了。妹妹去了东宫，定会日日为姐姐祈福。妹妹这辈子绝不会忘记姐姐的大恩大德。恩情就不必了，入了东宫，坐稳你太子妃的位置才最要紧。姐姐这是在担心妹妹吗？姐姐放心，太子殿下那般宠我爱我，为了娶我甚至不惜求父皇降旨。他在东宫定然不会让我受半点欺负。既然无情帝王家，你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道理。西翠，女子的立身之本，从来不是男人那点薄如纸的宠爱。快看，太子殿下亲自来接亲了。可你看殿下的脸色，怎么瞧着一点喜色都没有，倒像是去出征杀敌的。亲迎新娘入轿。起轿！关门。殿下，安分守己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碰的别碰。小姐，夜深路重，您站了快1个时辰了，喝杯安神茶歇息吧。你先睡吧，我再坐会儿。是小姐，你也别熬太晚。
萧凌，你以为拿着半块玉佩就能弥补前世的罪孽吗？你欠我的从来都不是一句本该是你就能还清的。今夜只是开始，我要让你们在这东宫深宫里互相猜忌，互相怨恨，直到把彼此拖入万劫不复的地狱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怕殿下着凉，想给您盖件被子。呸，是他的东西，你碰一下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看您睡在软榻上，怕您着凉，我是真心心疼您啊。心疼？你有什么资格心疼我？他从来不会这样偷偷摸摸的碰我的东西，他只会安安静静的守在我身边，替我温好醒酒汤，替我盖好滑落被子，还会什么？我才是救了你的人。白师姐，我不会输给你的，殿下迟早会明白，只有我才是真心对他的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魏小姐，东宫那边传来消息，昨夜大婚，殿下虽宿在房中，却并不开怀。小姐，您那招当真是绝了。那日您故意在那位面前提起镯子，太子的心里怕是早就扎进了一根拔不掉的刺。萧凌此人疑心极重，他费尽心思求娶的，本以为是白家的救命恩人，现在发现不过是一个偷了主子镯子的家奴。骗子怎么会让他心疼？殿下，怎么起得这么早？来人，更衣。殿下昨夜没睡好吗？是不是熹妃伺候的不好？姑还要去处理政务，你既已是太子妃，便该去向母后请安。儿媳给母后敬茶，请母后用茶。这坤宁宫的空气怎么总有一股子洗不掉的下人味儿？看来是这地毯也该换了，脏东西沾了脚，甩都甩不掉。白小姐，哦不，白二小姐，这茶要稳，要是洒了，可就是对皇后娘娘的大不。若不是太子下跪求娶，说你是什么救命恩人，你一个乳娘生的种，也配踩进这东宫的大门？殿下。瞧瞧，这就是咱们那位救命恩人，才跪了这么会儿就受不住了。到底是在外头养出来的骨头，贱得很。本宫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好端端的哭什么？这副委屈样，倒叫旁人以为本宫怎么苛待你了。而且不敢，而且只是……够了！大婚才过了一日，你就在这坤宁宫里哭哭啼啼，存心给本宫找晦气是不是？灵儿。这就是你跪着求来的太子妃，这副小家子气的作态，哪有一点皇家儿媳的体统？母后教训的是她不懂规矩。哼，既然不懂，那就留在本宫这里，让女官好好教教你什么是规矩，省得成了太子妃出去惹人笑话，丢了东宫的脸面。母后，儿臣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先行退下了。殿下。跪着吧，茶不许放下。女官没来之前，你若是动一下，就再加2个时辰。小姐，听说太子妃在坤宁宫跪了大半日，连茶杯都端不稳了。这样的教训，总该能让她消停一阵子了吧？消停？紫云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点教训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她如今名声扫地，太子也不如往日那般疼她，这难道还不算报应？前世他们有多恩爱，这辈子我就要他们有多恨对方，相爱相杀到死。才算公平。熹翠那肚子不是很能生吗？前世10年，她儿女不断，而我的孩子，小姐，那些都过去了。我那些无辜夭折的孩子，每一条命都记在他们头上。那清宫的苦药汤，那丧子的钻心痛，这一世我要熹翠一滴不剩的全部尝个遍。簪花宴是不是快到了？小姐，2日后便是簪花宴。上一世。我的簪花宴被他毁得一团糟。太子妃娘娘，这就是你为我们准备的赐福吗？简直是荒唐！白家教出来的女儿，居然连个相像……白石锦，你看看你办的好事，姑的脸面全被你丢尽了。
果然是家奴出身，连坐都坐不端正，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。小姐，您瞧那位，主位上坐着，到现在受刑。方才林阁老的夫人向他行礼，他竟然吓得差点站起来。府中会办大宴，那是世家小姐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才有的底子，没人教过她这些，她能撑到现在没昏过去，已是不易。他哪里懂得京中世家的渊源亲疏，方才还把仇家两府的夫人排在了一桌，那两位夫人的脸色比墨汁还黑。白大小姐，真是难为你了，自家原本的奴婢成了上司，还得跟她行礼。夫人谬赞，圣旨降下，白家便多了一太子妃义妹，这乃是皇恩浩荡，臣女只有感激的份儿。真是山鸡装不出凤凰，太子妃这位置可不光靠脸蛋就能坐。哼，家奴就是家奴，爬上了太子妃的位置，也成不了人上人。当真是新鲜，本宫坐在这首位，岸上的菜品竟然比不得三品书人的精致。太子妃娘娘，您这白家的规矩，当真是让老身开了眼界。这许是下头的人弄错了，本宫这就让人去换。换什么换？他自己都不懂世家品级，活该被老夫人当众落面子。今日簪花便以这花王牡丹为赐。太子妃娘娘，这不过是外头买来的寻常月季，充不得牡丹花王。若是连花王与花仙都分不清，传出去怕是叫人笑话。前世您为了这簪花宴，连着半个月去从的祭奉都背得滚娘娘请教，这才有了一场万无一失。他现在哪里敢去坤宁宫？自从被皇后罚了跪，他见了皇后就像耗子见了猫，连中宫的门槛都不敢踩。太子妃娘娘，臣妇家中突发急事，先行告退了。臣女也觉得身子不适，恕不能久陪。在这种场合哭哭啼啼，你还嫌姑丢人丢的不够多吗？殿下，我明明按照您说的去做了，可他们根本看不起我。哼，走，这宴会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前世你温柔懂事，凡事处理的滴水不漏，深得姑的喜欢。为何这一世你什么都不会，半点都比不上他了？殿下，你等等息翠，今日的事都是那些命妇故意刁难，他们根本就是看在姐姐的面子上，诚心给臣妾难堪。刁难，在姑的印象中，这种小事从来不需要姑去操心。你除了哭和撒娇，还会什么？你真是让姑失望透顶。小姐，您刚才瞧见太子的脸色没？像吃了苍蝇似的。西翠那点上不了台面的本事，关起门来讨好男人还成，真到了大场面，直接现了原形。这不过是刚开始。前世他躲在暗处，由我替萧凌处理庶务，打理东宫，他自然只需要做一朵解语花。现在他成了太子妃，那些推不掉的烂摊子全是他的，这落差怕是够太子受的。从佳偶到怨侣，这滋味得慢慢品，这种慢刀子割肉的痛才最磨人。白诗锦，你站住！太子妃娘娘，这光天化日的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如果你刚才肯替我解释几句，他们怎么敢那样对我？妹妹有空在这儿找我的麻烦，不如想想怎么回去收拾那个一团糟的烂摊子。毕竟，殿下的耐性可不多了。你就是白家那位狄小姐吧？太子妃娘娘有旨，邀您过去一见。紫云，小姐，这西翠刚在簪花宴丢了脸，现在叫您过去，准没安好心。紫云，女人的眼界若只盯着这方寸内宅，只顾着跟谁斗气，那这辈子也就到头了。要立于不败之地，唯有抓住钱与权。带路吧。大胆白石总，见到太子妃娘娘还不速速跪下行礼？怎么，妹妹当了这半年的太子妃，便忘了白家收养了你10几年，忘了是谁供你吃穿，把你养得这般娇贵？白石君，你依我看，不如妹妹先跪下谢过旧主，还了白家这10几年的养育恩情。等恩情还清了，我再跪你这个新主也不迟。都退下，姐姐误会了，都是这些宫婢太注重规矩，冲撞了姐姐。我怎么舍得让姐姐跪我呢？咱们可是亲姐妹呀。既然是亲姐妹，妹妹大婚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准备了一份厚礼。妹妹与殿下大婚半年，我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贺礼，唯有这条项链是当年娘亲留给我的遗物。
夫人，这是夫人的项链。二小姐，这可是夫人生前最珍视的东西。小姐总说，夫人当年疼你就像疼亲生女儿一样。小姐这些日子一直犹豫。夫人对我恩重如山，姐姐放心，这东西我定日日带着，绝不离身。小姐，奴婢刚才在外头瞧见，那项链确实被她戴上了，可奴婢还是心悸，那真是夫人的遗物，您就这样给了她？是遗物不假，可前世也是她亲手从娘亲的遗物里翻出来，口口声声说祝我新婚大喜，送给我的。二小姐会有这么好心？好心？她找人将那珠子凿空，里面塞满了红麝香。前世我感念娘亲恩情，日日佩戴，结果呢，我怀一个留一个，最后连生育的可能都没了。她竟然利用夫人对她的疼爱下这种毒手！她既然爱用这种肮飒手段，这一世我就让她自己尝尝这红麝香入骨的滋味。这已经是本月第3回了。太子殿下呈上去的折子文理不通，政见平平，皇上发了好大的火。听说了吗？宫里都在传，皇上对太子愈发不满了。前儿个还夸怀王稳重，这储君的位置怕是悬喽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殿下，内阁那边还在催，说关于南诏的书奏今晚必须定稿。写！姑怎么知道该怎么写？为什么？前世只要姑随便说上几句，折子送上去便能得父皇褒奖。这一世，姑亲手写的每一字，竟都成了废纸。小姐，听外头的小太监说，太子殿下今儿个在早朝上又被皇上指着鼻子骂了半个时辰。前世他呈上去的治水策、评判论，哪一个不是我通宵达旦查阅典籍后帮他润滑出的？没了我的笔头子，他那点见识也就够应付东宫那几根红珠子。还是小姐有远见。如今他身边那位二小姐，豆大的字不识一个，别说出谋划策，怕是连奏折的正反都分不清，一门心思只顾着怎么在床榻上缠着殿下厮混。德不配位，西翠这种出身，最怕的就是别人走他的老路。贱蹄子！方才殿下经过长廊，你那双眼睛往哪儿瞄呢？想学本宫飞上枝头？你也不撒尿照照自己的德性！娘娘，谁也不许给这贱人请太医，让他就在这晒着。本宫要让东宫的人都看看勾引殿下的下场。那个家奴出身的蠢货，当真是要把东宫变成屠宰场不成？回娘娘，那徐良娣受了不小的惊吓，如今还把自己关在房里，那几个被毁容的宫女实在是没法看了。把那几个残废送出宫去，给他们家里拨一笔重金，一人给一笔封口费，告诉他们，若敢在外头露出一个字白绫毒酒，自个儿挑。是。那太子妃那边，哼，让他滚去佛堂跪着。若不是为了太子的脸面，本宫现在就剥了他的皮。本宫让你抄写往生咒，为那几个宫女超度，半个时辰了，你竟一字未动，你是诚心在跟本宫叫板吗？母后恕罪，儿媳不识字。不识字？你是太子妃，堂堂东宫嫡妻，居然是个睁眼瞎！哎呦，真是闻所未闻，怪不得当初簪花宴扮成那个样子，原来是连名册都看不懂呢。罢了，抄经你是指望不上了，给本宫在那儿跪着，把这《金刚经》背下来，背不出一句，就不许进食。小姐，她这副样子，怕是在宫里被皇上骂得狠了，上咱们这儿找危机来了。太子若无事，还请不要挡了我的路。师姐，姑真的悔了。直到这半年，姑才发现，原来前世姑竟辜负你良多。没了我在东宫为你操持庶务平定后宅，没了我在书房为你润薄奏折铺平前路，殿下发现自己原来竟然如此一事无成，连这太子的位子都快坐不稳了，对吗？不是的，前世那些事一定非你所为，定是旁人，定是有人做了手脚诬陷你，姑才错怪了你。姑竟然还害得你死在风后之日。师姐，这一世姑做什么，你才能重新回到姑身边？绝无可能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谋划。我要你们死！
小姐，您瞧他刚才那副样子，真是报应。有些债，不是几句轻飘飘的毁了就能还得清的。小姐，东宫那边传来的动静越来越大了。这半年，西翠为了争宠，变着法子缠着殿下厮混，可那肚子依旧半点动静都没有。她出身卑微，原本就名不正言不顺，如今又被皇后娘娘厌弃，若再没个子嗣傍身，她这太子妃的位子怕是坐到头了。所以她坐不住了。既然鱼儿已经咬钩了，那我们也该去见见这位救命恩人了。娘娘，奴婢听外头人说，城东庙里有个神医，手里的方子灵验得很，万金都不卖。听闻凡是喝过药的妇人，很快都能怀上龙裔。当真？只要喝了方子就能怀上？千真万确。只是那位神医脾气古怪，从不入府瞧病，非得亲自登门。为了子嗣，本宫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备轿，本宫要亲自去见见这尊大佛。你当真是神医？本宫，我问你，只要喝了你的药，就一定能怀上身孕吗？我可告诉你，我身份高贵，若你敢拿假药骗……这位夫人肝火太盛，气血瘀滞，这种心境，便是神仙也难教你怀上身孕。若是不信老祖的医术，夫人大可另寻高明。先生莫恼，是我救子心切，冲撞了先生。既然求药，就先把手拿出来，老朽为你把脉。先生，我的身体哪里有问题？还能调理好吗？夫人身体康健，脉象稳健，看来出问题的不是夫人，而是夫人的夫君。不如喊他过来，由老朽一并问诊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他身份尊贵异常，万万不能出现在这种地方。也罢，既然夫人有难处，老朽便先开一副补肾益气的祖传偏方。这药要多少银子？500两银子。老朽这药方乃是不传之秘，千金难求。若是一副药下去无效，夫人竟敢带人来砸了我的摊子。好，500两就500两，这是一部分定钱，剩下的本宫我会走宫中的账目抹平，尽快给你现银。只要能成事，这点钱本宫给得起。姑娘，饶命！我现在就滚出京城，这辈子都再也不来这儿坑蒙拐骗了。求姑娘高抬贵手。哼，刚才在太子妃面前不是还挺能装的吗？万金不卖的药方，500两银子的底气。紫云，记下他的名字、籍贯，还有他家底细。是小姐，证据都在我手里。你走可以，但若我以后在别处听到半点你卖假药的消息，我会立刻将证据呈给官府。这京城的大牢，你是进得去，出不来的。是，老小明白，老小一定销声匿迹。小姐，咱们费了这么多心思，万一那西陵生了疑心，不肯给太子喝下那来路不明的药呢？他一定会。那是太子殿下，他若真把人喝出个好歹来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紫云，你以为我让那骗子开价500两，只是为了出口恶气？难道不是为了让他肉疼？500两银子够买几十个他这种出身的家奴了。只有让他肉疼到骨子里，他才会觉得这药方是真的，才会觉得贵重到不得不试。他现在已经输不起了，这500两就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娘娘，太子殿下的茶已经备好了，正在书房候着呢。放下茶，你们都给本宫滚出去！没本宫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进来。500两。这可是本宫最后的机会了，殿下，您可千万别怪我，要怪就怪您迟迟不给我一个孩子。
不关奴婢的事儿，那是娘娘亲自端进去的茶，殿下喝了一口就吐血了，到处都是血。小姐，小姐，出大事了！东宫出事了。小姐当真料事如神。刚才东宫传来的信儿，太子殿下昨夜突然吐血不止，太医守了一宿，说是危在旦夕。那咱们那位太子妃呢？那药粉里查出了猛药，西区当场就被扣下了。圣旨刚下，已经废了他太子妃的身份，打入大牢听候三堂会诊了。小姐，这事儿闹得这么大，万一官府查到了那神医头上，会不会查到咱们身上？查不到的。可那假神医，那骗子此时怕是早已逃出了境界，他们连那个假神医的影子都抓不住，又拿什么来抓咱们？说，那药粉到底是哪儿来的？是城东庙里一个游医，500两，他说能让殿下生下皇嗣。500两，你一个白家出来的家奴，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奴婢真的不知道那是毒药，我只想留住殿下的心。大人，人去楼空了。周围的香香客说，这游医前日就收拾包袱走了，根本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。狡兔三抛，这种江湖骗子最难抓，要想拿人，怕是耗上几年也未必能结案了。殿下，您总算醒了。殿下，查清楚了，是西翠娘娘下的药，大理寺已经审出结果了。好一个西翠，孤为了娶她，下跪求旨，自毁名声。他竟然想要孤的命！啊！贱人，那个贱人！殿下，西翠是真的爱你啊！殿下饶命！两世情深，西翠，你让孤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！斩！殿下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师姐，那贱人已经伏法了，是孤瞎了眼，孤被他骗了。殿下如今这副模样，臣女真是有些认不出了。师姐，孤记得你最喜欢吃城东的茯苓糕，这糕点是孤特意找厨子学会后亲自下厨做的。师王，孤以前亏欠你太多，这糕点还热着，你尝尝，看看孤的手艺怎样。萧凌，你以为这点微末的小利就能换回前世那支离破碎的10年吗？殿下亲手做的东西确实难得，让我想起前世为了让殿下能多陪我2日，我也暗中学了很长时间的厨艺。殿下还记得那道莲子鸽子汤吗？好喝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师姐的手艺自然是极好的，那汤孤每一回都喝得干干净净，一滴不剩。只恨这一世，孤再也喝不到了。师王，你笑什么？孤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笑殿下连谎都圆不明白。我从未给殿下做过什么莲子鸽子汤，殿下难道忘了？你最不喜莲子的清苦。前世我精心准备的膳食，我守着小炉子亲手炖好的清汤，殿下看都没看一眼，全都进了西翠的肚子。否则，她在东宫里怎么会被养得那般珠圆玉润？师姐，孤这几日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咱们合葬的情景。孤在想，如果当初孤没有认错人，那东宫里的正位本就是你的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像话本写的那样，帝后和谐？若你为后，定能助孤开创盛世，成为一代佳话，流传青史，对不对？殿下真是会说笑，认错人是眼瞎，可虐待冷落、纵容家奴欺负正妻，那是心坏。难不成认错了救命恩人，殿下就不知道怎么做个像样的人了？师王，孤毁了，孤早就毁得肠子都青了。可这一世，你既然救下了孤，为什么要报上西垂的名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孤你的真正身份？如果你当初说你是白石中，孤又怎么会去求父皇赐婚娶那个贱人？是你害得孤又与你错过。若你当初哪怕露出一点破绽，孤也不会落到今日这般下场。你明知道孤会认错，你为什么不拦着孤？殿下是在怪我？
殿下，你与西域子孙满园，又纵容他穿上我的凤袍，你对他用情至深，我怎好不成全？那都是前世的事了。师友，姑已经让他付出了代价，你原谅姑吧。没了你在身边，姑在朝堂之上步步为艰，父皇日日训斥，怀王虎视眈眈。师忠，你能不能再帮姑一次？只要你肯回来，姑可以给你太子妃之位。好啊。姑没知道，姑没知道实际你心里是有姑的。整个东宫2世以来，只有你待姑是真心的。西翠那贱人仗着抢了你的救命之恩，竟敢迷惑姑一世，甚至还敢下药害姑。我绝不会让他痛快死去乱葬岗，连张席子都不给，直接丢在那里被野狗蛆虫啃食，让他尸骨无存。萧凌，光是西翠的一条命，怎么够呢？殿下，杀了一个西翠，不过是解了私劝。可皇上心里的疙瘩若是消不去，您的位子终究是悬着的。师姐，姑如今处境艰难，母后被禁足，父皇又偏爱怀王，姑该如何做才能挽回这民心圣意？殿下，算算时日，江南富庶之地久旱未雨，恐不久之后便会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蝗灾。蝗灾？那可是大患！大患亦是大机缘，只要殿下亲自运粮去江南救济灾民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不假以人手，哪怕再苦再累，也得跟灾民站在一处。如此，您便能赢得民心，彻底挽回皇上心中的形象。姑都记起来了，前世，对，确实有这么一桩事。对，不久将会有蝗灾，那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，姑现在就去准备，绝不能落于人后。小姐，您明知道他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为何还要帮出这等稳坐江山的妙计，让他去立功，岂不是让他翻了身？翻身？紫云，你以为他是去立功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赈灾安民，最是能得圣心。前世，这些事全是我在暗中帮他殚精竭虑的运作筹划。粮草怎么调，流民怎么安，哪一样不是我熬干了心血替他想好的？而萧凌这个草包，前世不过是在烈日下烧煨炉里面装模作样的说了2句官话，他就叫苦不休，私下里嫌弃灾民身上臭气熏天，连1刻钟都待不住。他竟这般虚伪！他当时转头就钻入帐篷内，找西风给他放松筋骨，把满城的百姓丢在一旁。这一世，来了我帮他亲为4个字，就是吊死他的白绫。上一世，我能扶他上青云，这一世，我要亲手送他下地狱。小姐，这信送出去，那位当真会配合咱们吗？他想要的是这江山，我想要的是萧凌的命，各取所需，他没理由拒绝。去吧，告诉你家主子，太子已入圈套。完了，全完了，颗粒无收啊！蝗灾，是蝗灾！快报京都！群臣束手无策，难道朕的江南竟要毁在这区区中海手下吗？皇上息怒，蝗灾突发，户部调粮不及，实在是难办啊！父皇，儿臣愿挺身而出，往江南救灾。灵儿，你有何策？实不相瞒，儿臣半月前曾做过一梦，梦中仙人指路，预言江南必有大旱虫灾。儿臣不敢怠慢，这几月散尽家财，暗中在江南祖州囤积了无数粮食。现下这批粮食正好可以救济千万灾民，解父皇之忧。仙人托梦，好一个灵儿！若此战告捷，你便是这江山的功臣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不辱命。儿臣要亲自押送这100车4米，速速前往江南，救万民于水火。殿下，前面就是灾民聚居地了。听闻灾民们听说您带粮来了，都在路边跪着迎您呢。让他们跪着。姑这次不仅要救灾，更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。殿下圣明，只要这次攻击立下，回京之后，这储君之位怕是稳如泰山，绝没有人能撼动了。姑受命于天，得仙人指路，特带100车粟米救济尔等。
太子殿下千岁，求殿下给条活路，给口吃的吧。开袋放粮。不是粮食，这是沙子！沙子，全是沙石！太子在骗我们！怎么会这样？姑亲眼看着人装的是米，姑亲眼看见的，是被谁换了？是谁想要害姑？殿下，这整整100车，全都是沙子！是沙子自生自灭！什么仙人托梦，分明是官商勾结，贪了我们的救命粮！我的孩子，冲过去，杀了这狗太子，抢粮啊！众将听令，包围全场，胆敢乱动者，格杀勿论。太子殿下，这江南的民心，您就是这么赢的？记住了，那些壮年男子身强体健、尚能自救者，每人分1勺清粥。王爷，那若是老弱妇孺呢？老弱病残、孤儿寡妇，他们是活命最难的人，给他们分双份，一定要仇。若有插队哄抢者，定斩不饶。多谢怀王，怀王才是咱们江南的救星啊！这次暴乱中，太子失踪了，父皇派来的人找疯了也没找到，人本王交到你手里了。柔，你是来救姑的，对不对？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姑不管的。你带姑走，快带姑离开这儿！师姐，姑错了，姑真的知错了。你再帮姑一回就一回，只要能回京，姑一定能做好。殿下，您现在的样子，倒让奴婢想起白家后院里那些摇尾乞怜的丧家犬。你会救姑的，对不对？两生两世了，白世忠，你本就是姑的宿命之人。这一世，你也定然会护姑周全，帮姑化险为夷。只要你放姑离开，帮姑洗清赈灾所有罪责，带姑重回东宫，直接册封你为太子妃，你是姑唯一的中宫皇后。放开姑，放开姑！你们这群奴才！师姐，你让他们放开姑！小姐，这位置好。能让他看清他亲手毁掉的江南，也能让他看清自己的死路。师姐，风大，这儿太高了，为何带姑来这儿？难道你是想要给姑什么惊喜吗？只要你带姑回京，姑答应你的一切。让你去死。惊喜吗？白师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姑已经知错了，姑把欠你的都还你，你放过姑！知错了，你的一句知错，能抵过我前世10年受过被你们害死的孩子，能换回能抹平我摔下城楼时血流尽的那种绝望。那都是前世，你不能杀姑！推。是。去，把他拎上来。别让他死得太快。回禀王爷，太子殿下因救灾不力，愧对万民，一时想不开，畏罪自裁，跳下了城楼。畏罪自裁，白家小姐，你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，倒是比你的才情更令本王心惊。这江山既然乱了，也该易主了。白家小姐，你这般谋略胆识，可愿做本王的王妃？不愿。这天下女子谁不想要那凤袍加身？白姑娘助本王除掉萧凌，这等泼天之功，当真不求那后位。王爷，权力如刀，能伤人亦能害己。比起那虚无缥缈的后位，我要王爷亲笔写下的一封免死书。我要确保
待王爷登基之后，不会对我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人痛下杀手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好你是本王的盟友，而不是敌人，否则本王睡觉怕是都不能安稳了。萧凌那个蠢物当真是眼瞎心盲，竟将你这样的惊世之才往外推，他死的不冤。小姐，一切都已经收拾妥当了，咱们现在就走吗？7、9州，这天下该乱